You scammer, you！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何报章上每次都已经刊登了许多诈骗案的真实例子，并且提醒民众要提防诈骗，不要被骗，但仍然有许多人会被骗呢？当警方在宣传防骗知识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不屑一顾的说：“我那么聪明，骗子怎么可能会骗到我啊？”但结果就显示还是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例如大学老师，甚至是博士、硕士生等等，都是会受骗的。照常理来说，他们应该是不会那么容易受骗的吧？No， 你真的太小看这些诈骗集团了。这些诈骗集团里面的成员一个个都是比起心理学系的高材生，都还要更懂得理解人类心理的专家呢。让我们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跌入他们精心部署的陷阱里面。所以在这个影片，我将会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和你分享生活当中最容易遇到，也是最容易上当的骗术——电话诈骗。同时呢，我也会和你来分析一下这些诈骗集团所使用的6大心理学技巧，让大家在下一次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可以有所防备，避免跌入他们所设计好的圈套里面。那么事情要回溯到上一个月的其中一天，但正当我在写读书会的内容忙得不可开交，连午饭都还没有来得吃的时候铃铃铃，突然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看了一眼电话，来电显示是一组陌生的电话号码，是马来西亚的手机号。原本我是不想搭理他的，但是又担心说，要是有其他人有重要的事情来找我帮忙怎么办？于是就立即拿起并接通了这一则电话。谁知道当我接通这一则电话的时候迎接我的并不是焦虑或是请求帮忙的语气，而是平静又机械般的机器客服语音。Please hold while we transfer your call to our customer service officers. 他自称来自于国家税务局打来的，会帮我接驳到一个国家税务局的部门。因为我就非常的好奇，所以我就非常安静的等待这一通电话被接通。不久后，我就终于等来了一个国税局的官员接通我的转拨，对方就马上先和我确认一下我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果然准确不误。这年头来，身份证号码真的太容易取得了。在我跟他确认之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发现你有一个税务是还没有还清的案子。”然后在聊了一阵子之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案子的编号，然后就帮我转拨到另外一个专门处理这类案子的部门，让我跟他们去查询一下相关的细节。But here, me as a verification department only, I can't open your file at here. So I'm going to transfer this call to my higher officer. Then Mr. Ho, you can leave the file number to him. He will open your file and he will explain about this outstanding to you, Mr. Ho. Okay. Yeah? Okay, thank you. Okay, Mr. Ho, thank you. Please hold on. I will transfer this call now. 结果在经过查询之后，这个调查部的官员就很认真的告诉我说，我在吉打州有开了一家公司，欠了17000块的税务还没有偿还，那至今为止呢，已经逾期了超过13个月。怎么可能？我没有啊！这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那应该是有人盗用你的名义来开了这家公司。那如果不是你的话，就在今天下午2点之前就到吉打州的警局去报案。要不然的话，你不但会因为法律相关的问题而面临坐牢的这个刑罚，然后呢，银行里面的钱也会自动的被转掉来还税。I saw in my system under your name got one outstanding tax that haven't paid the tax for past 15 months for the company Enterprise. And this company registered under your name on 9th of August 2020 in SSM branch of Alista Kedah. So may I know, Mr. Ho, why you never paid the tax for this company, sir? I never opened this company. 讲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就用了第一个心理学技巧，营造恐怖氛围。诈骗分子利用人类的恐惧心理来实施诈骗的手段由来已久。当遇到以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很害怕坐牢，害怕辛苦赚来的钱被转光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就是让我们处在于一种应激的状态里面，是一种人类在危险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反应。而当我们有这一种反应的时候呢，往往会导致这2种后果：一、判断力下降。在面对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会极度的害怕和压力，这时候理智就会退位，甚至是消失掉了。而我们的意志力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狭隘，所以这时候我们往往关注不到周围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骗子所给予的信息上面，从而失去了平时该有的判断力。第二，我们要马上行动解决问题。在我们深入的进化当中，应激状态就是一种面对危险马上要战斗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的肾上腺素、心跳还有血压水平就会产生变化，而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坐立不安，静不下来，得赶快的行动去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所以他就会告诉你事态非常的严重，你要迅速的决定，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而当人们因为害怕不知所措而听从骗子的指示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的一步步掉进骗子的圈套里面了。当他们成功打到第一步，让你相信恐怖事件之后，接下来他们的第2步就是会博取信任。
听到电话那一头说我的电话在急打的时候啊，我的直觉就告诉我，那应该是一个诈骗电话，我应该要立即挂掉这个电话的。但与生俱来的强烈好奇心却不容许我这么做，我非常想要了解一下骗子到底在玩什么样的把戏，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心想到最后呢，我可以顺便转发1块钱到他们的银行账户去，以方便我去报警冻结他们的账户，减少更多人去被骗的这个几率的。于是呢，我就开始戏精上线，就跟他们说我现在在吉隆坡而且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要去吉打要好几个小时，我肯定来不及了，而且我也不想去。就这样，我就很顺其自然的请他们帮忙，问他，那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啊？于是呢，他也非常体贴的跟我说，对啊，你是来不及的。然后呢，就给了我另外一个方法，让我可以透过电话的方式向吉打州的这个警局来报案。随后呢，就让我把所有的资料，比如注册公司的地址、他的名字、他的编号，还有等等的其他资料呢，都让我手写把它给记录下来。最后呢，再转拨到另外一个所谓的警局去。Okay, so if I'm asking you to come to IPD Kedah before 2 p.m. means that's impossible for you, am I right? Yeah, correct. Okay, sir. So like that, now I can help you to open the emergency line of government to transfer this line direct to IPD Kedah. That you can launch a cover report immediately to the phone call for your own safety-ness. Are you clear, sir? Yeah, okay. 在我跟这些骗子通话的前50分钟里面他们完全没有向我提到任何有关转账、提款、打钱等等的敏感字眼，只是热心的站在我的角度替我着想，帮我报案，教我如何解决眼前的这一个危机，以防止面对官司以及被税务局扣款的情况。骗子就很懂得利用我们民众的这种心理，毕竟遇到一个陌生人来电的号码，他会知道，民众一开始肯定是对他们有所防备的，所以呢，他们一开始的任务就是先懂得呢降低受害者的这个防备心理，一步步的解除他们的警惕性，先赢得信任才开始行骗，只要能够让对方相信自己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接下来的诈骗技巧，不管是多么的拙劣，也都能够轻易的骗倒对方的。因此，比起行骗的技巧，高明的骗子其实会花更多的精力呢，在琢磨如何赢得信任的技术上面。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何那么多人明明知道诈骗集团的惯用伎俩，但仍然还是会受骗的原因。第三，权威效应。不知道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更倾向于选择有权威专家所推荐的物品呢？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会选择相信权威的，例如医生、艺人、拥有高权力的人，又或者是一个领域里面的专家，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这就是所谓的权威效应。人们都有一种安全心理，就是我们会认为权威人物的思想、行为和语言往往是正确的，服从他们会使自己有一种安全感，增加不会出错的安全系数。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种认可心理，就是呢，我们会认为权威人士的要求往往和社会相处的是一致的，按照权威人士的思想去做的话，就会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因此，这两种心理就诞生了权威效应。就像是我的例子也是一样的，在整个行骗的过程当中，就有一大堆的官员在里面，一个是关税局的官员，然后就再到他的上司，然后又到警察、高级警察，再到国家银行官员等等的。话说回来，我的故事关税局官员呢，随后就帮我转拨到所谓的吉打州警察局那边去。然后呢，我就非常认真的跟他说我要报案，然后就重复了再讲一下事情的缘由，并且呢，也将之前所得到的所有的资料再重复的念一遍给他听，还真的是特别的麻烦。抄写资料、报告资料、确认资料，这3个步骤呢，在我面对不同的骗子呢，重复了好几次。那么在讲完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要进入所谓的报案要录口供的环节，所以等下呢会有一个高级警官打给我，还让我去谷歌搜索一下吉打州警察局的号码，说要先让我确认一下，说等下这个警局的号码呢就会来打给你，想让我相信他真的就是从警局打来的。那时候呢，我真的还是有点相信的，咦，难道是真的在报警吗？警察局的号码应该是不能模仿的吧？结果呢，随后打来的电话号码还真的跟吉打州警局的电话号码一模一样，只是前面多了2个编号而已。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这是录口供的编号，要告诉他们电话号码前面的2个多出来的字到底是什么。这个理由未免也太过牵强了吧。不过如果你疑心不大，对科技又不是那么了解，还真的是很容易上当的。那么在进入录口供的过程当中骗子也告诉我说，需要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不可以有任何的嘈杂声音，因此他就要我确保我身边是没有其他的人了，只有我一个而已。So before you start the recording, there's a few instructions that you need to follow up. So the first one, when you want to do the police report, I don't want to hear any voice or any third party sound around you. You understand? Yeah, So right now, where you are at home or anywhere? at home. You are at home. Yeah, So if you can go to your room or any quiet place, yeah, better go to your room, sir. yeah, I'm at my room. 这时候呢，他们就用了第4个心理学的技巧——孤立无援。我发现很多诈骗的案例当中骗子在感觉到对方上钩之后，会要求对方独处，不能和其他人接触。
因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嘛。当他切断了你身边所有人的干扰的时候，没有人给你提醒，那么受骗的几率呢将会大大的提升。因为当你在电话说出什么账号密码的时候，不可能身边的人是不会给你来提醒一下的。在我的案例当中啊，骗徒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他以录口供不能够被干扰，不可以有任何嘈杂的声音为借口，逼我必须独自一人，让我进入房间一个人去处理这件事情，避免旁边有人来干扰，点破这个骗局。在《骗局》这一本书里面就有写到，虽然旁边的人客观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深陷骗局的人往往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陷入这个骗局的，所以不管你有多么的聪明，还是有可能当局者迷的。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人们往往会相信，或许自己是例外的幸运儿，又或者是认为自己并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所以很多人在一个人独居的时候特别容易上当，因为他们在遇到这样的类似诈骗电话的时候，并没有其他旁边的人可以点醒他们，又或者是给他们出主意。这一类案子都是时有耳闻，其实只要做法对了，任何人都是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件，他智商140，但竟然还会对身边的人发怒，叫他不要烦，最后就把门关上，继续受骗。因此别认为自己不会被骗了，那些至于聪明的人往往就是下一个上钩的人。然后骗了对方的录口供之后啊，所谓的警察就告诉我说，现在要做一个步骤，就是要通知国家银行，让他们来帮助我保住自己的存款，不被这个税务局给抽走。随后呢，就不断的提醒我说要提防诈骗。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保护好自己的个资而中招的，然后就帮我转拨到这个国家银行那边去了。Whenever you want to give your IC photo send to anyone, even to your working place or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bank or anywhere, you must draw the double lines and you must give them the copy. You can't simply give your IC photocopy without the lines. You understand? Yes. So, Mr. Ho, the thing that I can help you right now is I will write down a form called as an inventory form from the National Bank. So this form I will send to the National Bank, and also your call I will transfer to the National Bank. Ask them to do an insurance to your account, and also inform them that you already made the report in our IFIS Kedah. So ask them to don't take any action under your name. You understand? Yeah. 所以在这里就迎来了他们所使用的第5个心理学技巧，告诉你要提防诈骗。骗子最厉害的招数啊，就是告诉你要提防诈骗，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在帮助我们去解决眼前的这个困难的。你想想看，当你在外面遇到一些突发事件，身边突然有一个人及时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陪你一起去报警，你是不是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好人，是来帮助你的，从而去相信他接下来所跟你说的每一句话呢？回到我的故事当中啊，接不到这个国家银行之后呢，他们除了假装帮我处理问题，还让我免费保障我的这个银行的存款，也一直在和我说教。我的这个情况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在申请银行账户的时候啊，因为我的身份证副本没有标记好这个用途，所以我的身份资料才会被这个银行职员给外泄。所以下一次在提供个人资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细节，以避免资料再次外泄。例如将身份证副本交给第二方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标记用途。就让他还跟我说，因为这一类的案件非常的多，所以他现在要用高科技来帮助我揪出这个外泄客户资料的银行内鬼，把它给做出来。然后呢，他就用指令的态度呢，要我给他这个银行登录的账户和密码。Untuk sekarang, Maybank dengan Public Bank kamu ada guna online banking, betul? Yeah. Okey, so untuk username dengan password ada masing-masing. Yeah. So kita mulai daripada Maybank ya, mulai daripada username dengan password kamu. Kalau huruf besarnya atau huruf besar, kalau huruf kecilnya atau huruf kecil. Yeah. Okay, boleh. Ya. Okey, mula sekarang. 由于前面50分钟我已经一直听从他的指令，重复的确认身份，多次的记录他们所给我的资料，然后呢再跟着步骤去报案、录口供等等的。所以来到了最后一个步骤，我觉得自己也已经形成了这一个一致性，真的很想跟着他的步骤去给他这个账户和这个密码的。但是呢，在他跟我索取资料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网速不好的原因啊，就一直把这个过错赖在我的身上，对我的语气非常的不好。然后我眼看也熬不下去了，而且当时我的肚子是非常的饥饿，所以呢就不想再跟他继续玩下去。然后呢我就便骂了他一些脏话，最后就帅气的把这个电话给挂掉了。Kenapa you ambil username saya? Ada juga saya jelas dengan kamu, kamu tak ada faham apa-apa kan? Saya sudah banyak lama saya cakap dengan you atas urusan apa kenapa semua. Dan you tanya soalan ini balik dekat saya. You scammer, you. 在这边我也想要补充一下，老钱特意选择了临近午餐的时间打给我，我觉得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这是因为当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之下，我们的这个视野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狭隘，从而失去耐心，很容易的就会做出不明智的判断或是决定。而且午餐时间也刚刚好是银行职员用餐或是访谈的时刻。假设我给了他的这个银行账户之后突然清醒，想要阻止这个钱被转走，要去联络这个银行职员的话，可能也联络不上了。同时呢，可能银行如果发现账户有异常的大笔资金被转走，也可能会碍于这个繁忙时刻没有拨电来询问的。
但幸运的是，我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这是一个诈骗了，所以最后当然就没有被骗掉这个金钱啦。以上呢就是我经历电话诈骗的整个过程，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手法和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心理学技巧。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个诈骗电话的几个重点吧。第一，营造恐怖氛围，创造一个危机事件，逼你要马上去处理。第二，博取信任，前期呢他是不会提起任何的这个提款字眼，一心是想要帮助你的。第三，权威效应，什么官员、警察一定会上线。第四，孤立无援，让身边的人一个都救不到你。第五，要你提防诈骗，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第六，时机点，肚子饿和繁忙时刻就是一个下手的好时机。最后，我也希望大家在下一次遇到诈骗电话的时候，先不要慌张，应该理性的去思考识破这个诈骗电话的伎俩。警方又或者是其他的政府部门是不会马上要你银行户口里面的钱的，最多只是先给你罚款而已。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也可以先关上电话，然后再拨给相关的单位去查询一下，再不然的话就是报警了。然后最后的最后，也请大家留言让我知道一下，你自己又或者是身边的人是否有遭遇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电话诈骗的经历呢？而当时候他们的手法又是怎样的？欢迎大家写下你的答案，或许你的经验分享还可以防止更多人受骗呢。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和打开小铃铛，并且把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防范诈骗，从你我开始。我们下一集再见。啊？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 You scammer, you. You waited so long for this, so now we can't use the back part.